经过上万公里的跋涉，我们来到了中国最西北角的城市塔城。塔城地处中国最西北的位置，同时也是新疆西北的位置。来到这里前，我们并没有对这个祖国边境线上的城市有过多的期待，但是游览后，塔城的很多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塔城是塔尔巴哈台的简称，而塔尔巴哈台是蒙古语。目前塔城地区总人口约为15万，民族以汉族和哈萨克族为主，还有其他的很多少数民族。全市共有33个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塔城是一个文化多样的城市。由于这里和哈萨克斯坦相邻，因此城市的建筑很多都是俄式风格，充满着异域风情。红色的楼房，红色的塔楼，红色的街区，红色的夕阳，我愿称其为中国的红色之城。除了这里美丽的色彩，整个城市建设的也非常好，安静祥和，干净整齐。此外，这个城市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美食。由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里有很多的俄式美食，最出名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面包和冰激凌，还有俄餐。我们在这里也品尝了这些与内地和新疆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美食。总之，塔城几天的游览经历真是一种不可言状、很奇妙的感觉。如果大家路过这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美丽的城市。离开独库公路后，我们并没有在克拉玛依住宿，因为新疆的日落都很晚，我们决定继续向西行驶，追赶夕阳，一路到这个中国最西部边境线上的城市塔城。每次来到新疆，最期待的一种美景永远是新疆的日落，血红的夕阳洒在笔直的道路、突兀的荒山，甚至广袤的草原上，每一种都是独特的一幅画卷。来过新疆的朋友一定还会记得属于你的那份关于夕阳的美好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1点28分，晚上12点了，我们终于到达今天的目的地塔城市。哇，刚进塔城啊，就看到这种特别有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好漂亮啊！尖顶儿，这还是个小区啊！这是个小区啊，万象明珠这个小区，我以为这是个景区呢，以为是酒店呢，或者那个什么游客服务中心什么的。对，塔城这边啊，游客极少，我们今天一路上开过来，就我们一个是外地车，其他都是当地。那个第一印象感觉城市挺干净的啊，路也特别的宽。对。大家好，我是狒狒。前几天我们自驾车穿越了独库公路，从南疆来到了北疆。那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新疆的塔城地区。塔城地区的别名叫做塔尔巴哈台，位于我们国家的西北边陲，和哈萨克斯坦有着漫长的边境线。那在北疆的西侧边境线这一片呢，塔城地区的南边是亳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赛里木湖所在地。塔城地区的北边呢，就是阿勒泰地区。因为塔城地区不算是新疆的一个热门旅游地，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对塔城不太熟悉。但实际上，塔城地区的面积非常的大，有10万多平方公里。塔城地区目前是管辖了3个县级市、3个县以及1个自治县。这3个县级市分别是塔城市、沙湾市和乌苏市。3个县呢是托里县、峨眉县和玉民县。另外的1个自治县叫做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塔城地区的总人口是达到了110多万。那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塔城，但是一定听说过新疆的乌苏啤酒、沙湾大盘鸡以及小白杨哨所。没错，这些地方全部都属于塔城地区。那另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手机地图搜一下我接下来说到的这几个地名：克拉玛依、奎屯、
独山子、石河子。那其实呢，这刚刚提到这些地方曾经都属于塔城地区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呢，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由于我们国家在高速的开发建设中那上面提到这几个地方，要么就是单独去设市去建设石油城，要么呢就是划入了兵团管辖。所以说呢，塔城地区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克拉玛依还有奎屯还有那个独山子、石河子，其实全部都在塔城大范围内，他们算是一块城中城吧，算是。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塔城地区的行政公署所在地塔城市。这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西部边陲小镇，这里位于塔城地区的最西边，也是我们国家距离边境口岸最近的城市之一。给大家看一下地图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先把它放小，看我们现在新疆的西北边陲，塔城市呢就在这里，这个红色的就是边境线。那我现在定位的这个地方叫巴克图口岸，这里是我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通商口岸。从地图上看呢，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距离巴克图口岸很近，只有15.7公里，这个是步行的距离，其实直线距离只可能比这个更短。所以呢，很多人经常说巴克图口岸是距离城市最近的一个口岸。那反过来也可以说塔城市是距离边境口岸最近的城市之一。为啥说之一呢？大家知道霍尔果斯市也是非常近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在塔城市转转，看一下我们国家的这座西北边陲小城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来到了塔城之后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街道非常的宽敞，而且很干净，这里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安逸。那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塔城的其中一个广场，或者叫公园吧，叫文化广场。广场后面就是个公园，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是下午的6点多。这个时间点呢，很多当地的老人在这里聊天打牌，还有很多人在那儿坐着吃东西带孩子，就真的很安逸。刚刚我们有说过嘛，整个塔城地区有110多万人口，但是这些人口呢，大部分是分布在靠下边，就是靠连霍高速那边的沙湾和乌苏。那实际上它的行政公署所在地塔城市人口反而不多，只有大概14、15万吧。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街道特别的宽敞干净，这边都是就是我们随便来的街，它不算主干道，两边都是双向8车道，而且大街上也很少有车驶过，人也特别的少。所以呢，这个城市就是整体看下来感觉特别的开阔，有那种感觉，并且呢，这边的建筑很多也不算高，高层建筑很少很少。我们刚刚从那个文化广场过来了，那边的阿姨一直在浇树，所以塔城这边的绿化植被特别的好，那路边全都是花，各种花颜色的。其实很多人对我们中国最西北的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误解嘛，毕竟大家知道这里是小白杨哨所的所在地，可能觉得非常的荒凉怎样的。实际上我们来到塔城之后大家看着我满眼苍翠的绿色，这种绿化其实比我们内地很多城市都要好的。我们现在走在塔城市里面，这边好像是一片比较繁华的区域，因为有华为的授权店什么的。我在这边看到这个地方就塔城市这个地方就是民族特别的多我见到有哈萨克族的，还有蒙古族的，还有维族的，感觉人都挺多的知道吗？在塔城这里生活着几十个民族，就是人口比较多的，就是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对，下面还有那个回族、东乡族、汉族、柯尔克孜族，还有那个塔塔尔族，还有一个族是叫锡伯族，大家知道吗？在伊犁有个察县锡伯族就是女明星佟丽娅她那个族。锡伯族其实在我们国家分布主要就是在新疆的那个伊犁、察县、塔城这里少量，另外在中国的东北有一部分分布，所以这边的民族是非常非常多的。对，还有那个俄罗斯族，因为这里曾经是挨着那个苏联的嘛，对，所以这边的俄罗斯族也是很多。因为这个城市和曾经的苏联非常的近，所以呢，这里很多的方方面面吧，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比如说这边的建筑风格，整个大街放眼望去，有很多都是那种苏式建筑。比如说我们现在对面马路的那个公交站，红楼公交站这个
尖底儿，然后红顶，就这种造型哈，整个就是特别的像俄罗斯那边。俄罗斯那边的那个公交站很多也是这样的造型和风格。那另外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好像是当地的一个教育局吧，教育部门，他们这个办公楼啊，整体也是这种苏式建筑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塔城的一条街，叫做红楼街。那进入这条街道之后哈，这种异域的感觉就更明显了。你看这种建筑的风格和色彩，真的特别有俄罗斯那种感觉。我跟狒狒都有同样的感觉，就在这边，你看，不管是这种以前的这种俄式建筑红色的，还有现在这种新建的小区也全部是红色的，相得益彰啊。我觉得塔城可以称为一个红色之城。哇，前面那个尖顶特别的漂亮。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塔城市的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就这个红楼的面前。这座建筑呢，是一座彻彻底底的俄式风格建筑。那当时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有了这样一座建筑哈？这个时间呢，可以追溯到1851年，在那一年呢，中国和沙俄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叫做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那根据规定呢，就是说当时的沙俄政府它就取得了在现在的塔城市设立领事馆，还有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特权。从那之后呢，塔城就成为中俄之间的一个商贸重镇，来到这里做生意的俄国商人也是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在1910年的时候，有一位俄国商人来到了这里，他出资建设了身后的这座红楼。这个红楼是始建于1910年，当时花费了大概3到4年的时间才建成的，所以说整体落成的时间在1914年。可以看到这个红楼上有字样哈，当时用这种红砖写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不？1914应该那个是个7吧。就是记录了它当时的落成的时间。那另外我们再往前面走一走啊，这个红楼呢，现在已经有110多年历史了，但是我觉得保存的还是相当的完整的。可以看到呢，这个位置就大屏幕上面写了一行，这是俄语，我不知道啥意思，我也不知道咋读。如果有认识的观众可以给大家翻译一下啊，上面写的是字母 KOHTOPA。那这座红楼哈落成的这110多年间呢，它的用途也是几经变化的。那目前呢，它已经变成了塔城的红楼博物馆，其实就是塔城地区的博物馆。这也是目前哈整个塔城地区唯一的一座博物馆。但是今天很不幸运的是，我们来了这一天刚好这个博物馆是闭馆休息的状态，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看这座建筑的整体的感觉了。今天的塔城啊，天气特别好，你看我们身后蓝天白云的，而且空气也很清新。我们在塔城待了好几天了，每天的傍晚这里都有夕阳。而在南疆的时候呢，那个天就老感觉有点雾蒙蒙的，灰尘比较大嘛。北疆就超级干净。那另外呢，我在网上之前看过资料哈，说是这个塔城市是我们国家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真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城市哈，塔城好多人把它叫做五弦河还是五弦城，就是弦就是吉他那个弦哈，就是因为呢在塔城的城内有5条河是穿城而过的，所以它是这样子叫的，就5弦象征着5条河嘛。所以呢塔城整体是非常的干净，而且很湿润。总之呢，这次来塔城哈，我们就感觉特别惊喜，完全超出了我们之前对这个西北边陲这块的想象。因为我们虽然来新疆已经是第4次了嘛，但是塔城是第1次来，就整个这边哈，完全很意外的收获。来到了中国最西北的新疆塔城，那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里的美食，因为这里曾经与前苏联地区接壤，很多饮食文化都有相似之处。在塔城市内，有的街道上满街都飘着面包的香气和冰淇淋的味道。大家好，我是狒狒。今天我们依然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塔城市。那很多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哈，他说来到了塔城，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冰淇淋和烤面包的香味儿。那现在呢，我们站在塔城的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啊，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我似乎真的闻到了这种食物的香气。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股香气带大家去探寻一下塔城的特色美食，走吧。
在塔城待了好几天了哈，我都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在哪，因为塔城的房都比较低嘛，然后人住的比较分散，所以我一直没搞清楚它的商业中心在哪儿。那今天我发现啊，经过我的分析，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了。你看这边是中国银行、新华书店，还有各种卖衣服、卖鞋、卖手机，还有运营商的，应该就是市中心了。这条路叫做塔尔巴哈台路，横着那条十字路口那条叫做光明路，应该就这儿了啊。有没有当地的朋友？我说的对不对？我感觉这里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了。前面这里有一家面包店，是我在网站上看到了排名很高的一家。就是这个叫香兰面包店，我们现在准备去里面看一下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这个就是老面包嘛，最传统的，店开了30多年来一直在做。哦，像这个面包圈，这个豆沙卷，还有这个豆干。它看上去好香呀，老板。这个是豆沙的。对。老板，你们家店里就是有没有那种俄罗斯那种风格的？有。口味像这种的，这个俄罗斯大列巴。大列巴，这个很有名啊。对，俄罗斯大列巴。郭香兰，老板，郭香兰是你吗？不是，是我姨。哦，是姨哈。对，我是给他家里店。那你们这店时间也长了，如果是姨开的话，时间真长了。对。91年开的。91年啊。哦。91年。30多年了。哇，哎，涛哥，你看哈，老板家这个面包品种太多了。对。我从来没有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品种的面包呀！你看这个光蛋糕就有20多种，还有点心、面包，还有饼干系列，下面还有油炸和这种咸味儿的。是。哇。所以其实现在在跟进，还有好多也没写上呢。哦。这也太多了吧！这除了面包还有蛋糕，老板是吧？就是冰箱里面那种。冰箱里面是蛋糕是吧？这蛋糕看起来挺多的。像我们这儿最好的就是这个拿破仑和奶酪包。还有这个提拉米苏，这是最初我们店里面新开始做的。这个我听过，这个特别有名，塔城的拿破仑很好吃。我们店里面的和其他的店里面味道不一样。对。这个是什么呀，老板？曲奇。这个是坚果塔。坚果塔，对，其实它正好那个葡萄干和核桃仁，中和了它的那个葡萄干的那个油腻，中和了那个核桃仁的那种油腻，以后正好。它的甜正好也被那个核桃干有给弄那个啥了。对。以后正好再加上那个外面那个碗是酥的，但它不甜，正好特别香。是。以后这个就最下面的就是最传统的那种百哈利。百哈利是什么？这是什么做的？对。就是有，好像应该有巧克力红，那个没有红枣。那是巧克力的颜色。老板，你给我们推荐几个好吃又好放的，我们放车上。对，我们过2天也走了。对。这边那个俄罗斯人多吗？之前，哈萨克斯坦的。多。以前口岸开的时候，他们都能来哈。哎，对。可以拿这个。哪个？老板说这个塔。喂，你好。这叫什么塔？坚果塔。可以拿一个。对，还有那个百哈利，就那老板说那个。这俩不好放，都各拿一个。对，可以了。可以了。对，你看你还吃别的不？我不吃别的了。老板刚才说了，他们家的这种面包有很多都是来源于在这里生活的各个民族的，因为这边是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嘛。对。所以这些面包呢，也是就是老板的姨，他在创作过程中呢，是汲取了各个民族那种精华啊。对。就是各个地方美食都有自己的特点嘛，就是把这些综合起来做出来的，挺厉害的，原创这么多品种。是的。这个牛角包呢，你看。对，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种箱子，这个还可以外送。对的，发快递什么都可以。老板，这个是什么？这个里面是坚果。巴格拉瓦是吧？这能放几天啊？这个时间会长一些。这个长了。拿着这个，就这几个吧，够了。就这几个。我们要了一个坚果塔，还有这个巴格拉瓦，这俩都属于坚果系列的，老板是吧？对。这个是你们特色的，这个特色的，这个叫啥来着？巴哈拉，哎。被你们弄的，巴哈利，这是什么做的？里面就是蛋糕，还放了一些坚果融合在一起。巧克力。老板，那这个和那个巴格拉瓦有什么区别呢？这核桃蛋糕中间加了一层酱，以后上面是酸奶，以后加的核桃仁。你们这儿不拿，吃不完了。老板，你们家这有100种蛋糕是吗？差不多。有东西，100种。其实现在上面写的是70多种。对哦。老板，你钱付了。好了，我们
买了这么大一袋子，一共是花了94块钱。94块钱，虽然我们只挑了5种，但是特别沉。这个应该有个3、4公斤了吧，很重，跟一个大西瓜差不多，特别沉。老板家他们家这个就是按公斤算的嘛，全部是包装好的。最小的一袋好像都要600克，就将近就是半公斤多。所以说买上5种啊，就已经这么多了，我俩根本吃不完。本来就想着他们家每种拿一点，后来发现他们家有100多种，根本拿不了，就拿这些尝尝吧。买完了塔城的面包，我们又顺着这个香气来到了一家冰淇淋店。这家店的名字叫做迎宾冷饮啊，这在当地也是数1数2的冰淇淋店，据说超级好吃。我们现在进去尝一尝。这会儿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点半了，这边还没有天黑，现在正在落日，超好看。真的，这个塔城我发现每天的傍晚都是那种火烧云，贼美。哎，你看这边有这个俄罗斯的马洛什，然后茶、咖啡，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我发现塔城真的是离那个以前的那个俄罗斯太近了，苏联太近了。这边的这个俄罗斯的美食特别多。对，挑一挑什么好吃的。老板说店里最特色的就是这个俄罗斯马洛什，小碗是6块钱，也可以买公斤，咱们就要一个小碗的。另外就是喝的塔城地区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酸梅汤。哦，老板，你这冰淇淋按斤卖的，公斤卖的？公斤带走的。哦，带走的。一家人一起吃那种。这塔城的那个酸梅汤也是超级有名的我发现这家店还挺火的，你看，这个是新疆卫视来这采访的，那边是湖南卫视的。对，各种卫视。好像还有明星来过。是的。你们家是不是还有明星来过啊？哦。哇塞，哎，这个酸梅汤料好足啊！你看。你看。是的。这个从杯子外面就能看到，你从侧面看，这边里面全是这个料。您这酸梅汤里面，人家这个是杏，好像是。这个是杏，然后再往里面还有这个梅子。这边的杏挺多的，所以那个蛋糕店也有杏是吧？哎，这个感觉味道会特别的浓。是。吸不上来，里面全是料，我拿高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太重了，我觉得这个可以稀释上5杯。都可以喝，对，就像我们西安回民街那种酸梅汤拿粉冲那种味道，比这个能淡20倍都不止。所以它10块钱。所以他拿一个勺子让你舀酱吃酸稠的那种果汁的味道，对，很好吃。这是我的，这是涛哥给他要的这个。你尝尝。马洛什。冰淇淋也看着特别的浓郁啊。塔城的这个冰淇淋真是特有名，也是汲取了俄罗斯的那个特色在里面。对，涛哥以前去俄罗斯的时候，天天吃这种甜的。对俄罗斯是不是去了1个礼拜，胖了好多？俄罗斯的蛋糕9层8层夹心儿。9层蛋糕，8层夹心儿，各种不同的馅儿，哇，太甜了。好吃。这个和我们在南疆吃的那个冰淇淋完全不一样。这个南疆冰淇淋的特点是不是冰，南疆的那个冰淇淋特色是奶味儿浓，就是那个奶香很纯。那我们现在塔城市的这个，除了奶香之外，它特点就是甜，但不是很齁那种甜。对。有种那种香草的味道，很清新的那种甜。我看大家说老板刚才跟我们说还可以加酱冰淇淋加酱，它那个加的酱特别好吃也。对，它那个酱有黑加仑、蓝莓，也是那个俄罗斯那边的风格。哎，你尝尝这个跟南疆的冰淇淋完全不一样，很好吃。尝一点。尝。就是很清新那种味道，像香草。是吧？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像伊犁那边的冰淇淋。跟伊犁那个像吗？伊犁差不多，伊犁那边也是。我们去的那个六星街那边，俄罗斯族也非常的多，所以就是饮食会有融合嘛。是的。哎呀，然后再尝一个我们下午买的面包，今天就不用吃晚饭了。是这个吧？这个是冰箱冷藏的，放不了太久。对。我们又没有冰箱。
这个在冰柜里放的时候，感觉看着特别的香啊！哇，现在看着也很香呀。是，不好拆哦。订书针订着的，哇！好想待在这个地方待半年啊！等到你接我回去的时候，也变成200斤的胖子了。嗯，全是好吃的啊！这个好瓷实，哎，我说呢，这一盒蛋糕这么重，它不像我们那边的蛋糕比较松软一些，它们都是很瓷实，分量很重那种。对，你看，我这么用力的，只能把它捏成这个程度。对，捏不扁。我正上手了，我手是干净的。好，冰淇淋配蛋糕，尝一尝，美味啊！太好吃了吧！怎么能这么好吃呢？这个好瓷实，我就在边上抠了一个角，我吃完就感觉有点撑肚子了。所以现在眼前是塔城最有特色的3宝：冰淇淋、这酸梅汤和蛋糕。面包。对。那个新疆的这个糕点啊，就很像切糕那种，它压得很瓷实很重，然后吃一小块就有点饱那种。对。好的，尝尝，我觉得吃一点晚上不用吃晚饭。它里面是什么呀？现在没看清楚。我跟你说有啥哈？它这个表面是它表面，它这个是黑芝麻、白芝麻，还有这个是花生碎，好像是。还有这个粉末我不知道是啥，没吃出来。然后里面的你看看，果仁儿啊。对，各种各样的果仁，这个好像是，核桃。核桃。另外这个方向，你看我抠出来2个葡萄干。是。然后在里面好像还有那个巴旦木啥的。对，挺丰富的啊。好，你看这个就跟切糕特别像，里面这种核桃啊，各种坚果压的特别实。对。像不像切糕？有点像，我就看着像切糕，我才拿这个。这个咱们要是在路上开高速哈，对，吃这个完全就饱了，管饱呢哈，不用进服务区吃饭了。是的，费费还买了个大礼包，现在不成了，因为这个拆开就不好放。这大礼包感觉还挺瓷实的，也挺多的。吃不完，咱俩把这个咱俩晚上2个人加起来能吃一半就饱了，就撑了那种。太瓷实了。其实你看，我们买了100块钱的东西啊，其实东西真的是很管饱，重量也很重哈，还挺便宜的。其实买上几盒这个也得个60、70块，对，很松软，对我手一捏就扁了。你像这种重量的100块钱，咱买不下来，买不下来。而且你看它这边是完全就是真材实料，对，配料表很简单，就是面粉、白砂糖、鸡蛋、奶油和清油，另外里面加点坚果，它没有任何添加剂什么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包括这个冰激凌啊，对，还有我喝的这个酸梅汤，它里面就完全是真材实料，用料很足。这边冰淇淋太好吃了，我们前一个冰淇淋已经吃完了，然后没吃饱，所以再要一个。这个是就是带果酱的，叫什么马林酱是吧？这位刚点。马林。它这边的果酱有黑加仑、马林、草莓，还有那个酸梅，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酸梅做的酱。对。然后这个酱它是那种味道偏酸一点的，这个马林就是树莓，你知道吗？对。那种红色的。我看看。看。好甜。这个酱好吃。这个树莓做成的这种酱就叫马林，浇在上面是甜味的，不像这个酸一点，我就点了这个。我觉得这个酱看起来挺漂亮的啊，放冰淇淋上面哈。哎呀，应该先拍个照的。我跟狒狒已经吃完了，现在准备回酒店，吃饱喝足。今天在塔城，把塔城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了一遍。这次来新疆这小半年，我一直都没有勇气上秤。我想请大家肉眼观察一下狒狒能胖多少斤。我看一下，我观察一下，就是和大家可以往前翻狒狒当时在青海冷湖或者察哈盐湖的视频。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这个小城内，有很多俄罗斯族人经营的俄罗斯美食餐厅。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决定尝试下中国的俄罗斯族人的手艺。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的塔城。前几天呢，我们带大家在塔城呢领略了这边很特色的美食哈，像冰淇淋啊，还有这边的面包店。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塔城另外的一种很著名的食物，就是俄餐。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有一家叫俄罗斯人家的餐厅。这个餐厅呢，据说是俄罗斯人开的，好像是老板本人是当地人，他的老婆是俄罗斯人。因为塔城距离曾经的苏联特别近嘛，所以塔城这边的建筑风格还有美食很多都受俄罗斯的影响。那塔城这里的俄餐也是比较多的，我们找了这家是当地人推荐的特别著名的一家。我们马上就要到这家俄罗斯人家的餐厅里面，哎，这好像是个别墅啊，哇，还有院子的独栋别墅的感觉哈。这家在塔城市区的边上，郊区位置，这个感觉像是民房，对，这不是那种门面的那种，对，是自己家里面弄了个院子做俄餐的，独栋小别墅的感觉哈，还有这感觉环境比较好，还有葡萄藤、葡萄架什么的。这不是葡萄，这是爬山虎吧？哦，爬山虎，那它整的这个院子就特漂亮啊。对。哎呀，大门在哪呀？听说是老板的老婆是俄罗斯人。啊，对，俄罗斯族。俄罗斯族哦，还在中国人哈。哦，不是俄罗斯。这边塔城有俄罗斯族哈。有没有村子是俄罗斯村的？没有。哦，少。个别的。那应该也不错，俄罗斯族做的饭也是不错。对。我和菲菲点了一个套餐，它这有70的套餐，还有100的套餐啊。因为那个套餐是比较多一些，就是。是我俩今天中午吃多了，对，这个点儿一人一个套餐也吃不下，我们就要一份儿那个套餐里我看有7、8个品种吧，对，2个人就尝尝应该够了。我们就尝一尝这边的。对。姐姐，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你介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个是个，这个是个库尔达麻。库尔达麻这是什么做的？面和黄萝卜和肉。猫耳面和黄萝卜哈，还有这个还有土豆是吧？土豆肉。然后那个是比列尼嘛，里面就是大米。哦，这个就是加沙丸子啊。加沙丸子。加沙就是比列尼。加沙丸子就是你牛肉。牛肉和面做的啊。都是牛肉。哦。这个比列尼，这个就是大米和肉哈拿面包起来。哦，那是鱼子酱列巴也特色。鱼子酱列巴哦。茄夹，这个是米肠、血肠。血肠，那个是我们好像是肉吧，掺了点。挺好的。蔬菜大。这单人餐挺精致的，挺好的。对。品种也挺多。单人餐煮的可好了。什么都能尝一下啊，特别的好。单点的话，俩人吃不了多少啊。吃不了多少，我们7月份1个月，我每天都卖1000多块钱我就套餐。哦，那厉害了。这地方都换好多，做好多次。整个房子都是老板的。哦。这不是马上要装修了吗？我觉得外面的那个爬山虎那坐着也挺舒服的。以前去年都有做的，今年没有。哎姐，那这个老板娘是俄罗斯族，老板是汉族的。哦。这是老板娘吗？你看，那个就是老板娘和老板娘。哦，走看看去。他们在这个啊，就那个一个男的，那个穿衣服这个老板娘。哦，这个是老板娘，俄罗斯族真的是非常标准的俄罗斯族。对。今天那个老板和老板娘不在，刚才这2个在这工作的姐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感觉还是很丰盛的。我觉得他们就刚给大家看菜单，他们这边品种虽然多，但是量一大的话，那个单价就高了嘛。像2个人的话，我觉得或者单人的话，吃这种套餐是最合适的，就每种都给你放一点点，尝一下特别好。像那种适合人多是吧？人多7、8个人一桌的话，多点一点还行。那种人多那点那样的划算嘛？人多吃套餐还是挺贵的，10个人得700块钱。是的。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先吃啥呢？1、2、3、4、5、6、7、8、9、10，10个品种，10个品种。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每种都尝点，又不至于吃撑。感觉对游客特别的友善啊，让大家真的是不至于多花冤枉钱，然后又能吃到每一种的风味哈，就这种感觉。而且价格真的不贵，70块钱这么多呢。有肉，我先吃啥呀？先吃你最爱吃的呗。我是碳水爱好者，我就特别想吃这种面做的。对。我来先吃一个这个茄盒，先尝一下他们这个茄盒有啥不一样的。这上面这个是番茄酱，稍微抹了一点。好吃呢。这里面好像是牛肉，茄盒中间加的牛肉。这个虽然好吃哈，但是我觉得跟咱们平时吃的一样，
差不多就是汉族吃的，不是特别俄餐的感觉。我再尝一下这个鱼子酱列巴，我真是一个主食爱好者呀，超级爱吃这种碳水。哎，这个好香啊！这个上面好像抹那个鸡蛋液了，你看，这个面包上面黄黄的这个，对，像是鸡蛋液。这个鱼子酱下面绿色好像是香菜，有点像香菜，但是有点像青菜，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尝一尝。是这边是有鱼子酱的地方。嗯，太好吃了，这个能不能单独要一份打包带走？太好吃了这个。它上面抹那种鸡蛋哈，超浓郁，然后再加上这个鱼子酱，又很鲜，这个味道。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哈，我只吃过那种就普通的俄罗斯那种大列巴，那上面抹上这个鱼子酱之后，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了。狒狒吃2个主食了，现在要不尝一个肉什么的？这肉还挺多的哈。那我吃这个丸子，这个丸子特别香，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像那个新疆拌面里面那种菜，它里面有青椒、皮子和这个这叫什么西红柿？对，红椒木耳，对，就特别像那个拌面。对，特别像拌面里面的菜。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的过油肉拌面的感觉呢。一共有3个丸子，我吃一个，这是牛肉丸。哦，老板刚刚跟我们说，他们家除了特别要求的，基本都是牛肉做的。加沙丸子。为什么叫加沙丸子呢？我一直搞不明白，是不是这个口感特别像？不是，加沙丸子是那个当地语俄罗斯语那个音译过来的。哦，这意思啊。不是因为里面加了沙子啊。对，我还以为是口感吃起来特别像加沙子感觉。很好吃，很好吃。这个要是有一碗拌面的话，给它倒进去拌上也美得很。对。我一吃高兴，我们陕西方言就出来了。我们陕西人经常说，好吃就是美得很，聊咋的？哎呀妈呀！啊，美得很，美得很。嗯。这是什么？茄子？不，我以为这是个豆腐，结果这个是个肉。鱼。嗯。哇。是鱼，是一块鱼。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比拌面那种菜啊，像过油肉拌面那种菜，多了一种鲜味儿，原来是鱼在里面啊。对。那鱼是那种油炸的，好像是咸鱼。对。有那种味道。俄餐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它肉就鱼肉和牛肉多，然后它的菜主要就是土豆多，就这几种特点。而且我发现俄餐就是特别喜欢把东西剁得小一点、碎一点，然后弄成泥，对，或者做成丸子。对，你看这个其实是种主食，这个名字我没有记住啊，但是看里面它这个主要的这个食材哈，牛肉粒儿，这牛肉还是羊肉我没搞清楚。牛肉。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我们陕西叫麻食，对，好多地方叫猫耳朵。对，猫耳朵。它就是更 mini 一点，更小一点。是的。另外里面是这个，土豆和胡萝卜。对。和这个面食以及肉丁。感觉就像我们那儿的麻食一样哈。就超像我们的烩麻食。对。我吃一下它这个酸黄瓜，我觉得这边是不是这种肉的比较多哈，所以它配的这种凉菜是解腻的。对。这种酸黄瓜，你看这种酸黄瓜哈，这个俄餐里面酸黄瓜跟我们的不一样，它是那种 mini 黄瓜。就这么小那种小黄瓜，我们吃的比这个大一点的是这么大的，还有那种更常见的带刺儿的这么大的，对，它是这种超小，就这么大，然后切成片儿，这应该就是一个，你看，这么多哈，是，这应该就是一个小黄瓜，对，哇，这个很好吃，我本来以为这个味道就很像酸豆角那个，但它里面，我再吃一下，它是酸酸的。就带点甜，不知道里面放了蜂蜜还是白糖，就是不是酸豆角那种纯酸的发酵那个味道，对，就也很脆，挺好吃。说实话，我觉得俄餐还是比较油的，比较油。相对于我们的中国这种传统美食啊，就汉族人吃的这种传统的食物来说，油一些。你看它这个是油炸的，刚才这个面包上面也是油炸的，茄盒是油炸的，这个血肠这里面有血有肉。这个也是荤的嘛哈，另外他给我们上的这是风干肉好像是，对，俄罗斯这边的风干肉，这个也是这纯肉的，是的，看肉，牛肉丸子，羊肉饭，对，这个汤里面也有
我闻着好像也有肉。对，不知道。就是里面只有这一个算是蔬菜，还有这个也算蔬菜。凉菜，这个是不是特色不？我也不知道。感觉像沙拉一样的。对啊，这不就苦菊吗？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没啥区别。我尝一下这个肉肠吧，还是血肠？其实我不太爱吃肠啊，我就尝一点点。这个里面是你看，大米，肉末。然后这个是黄萝卜，对，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皮牙子，闻着好像没有。哎，这个挺香啊，有股那个孜然味儿，烤肉的味道。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吗？你问涛哥啊，我平时很少吃这种这边的面肺子、羊肠子这种东西。对，狒狒见肠子避而远之的这种肠子做的东西。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它这个肉末和大米，它是先炒过的，和黄萝卜放一起，先把这些炒熟，就是里面加了孜然什么的，就是加了孜然版的羊肉炒饭一样的。对。最后呢，他再拿这种肠衣给包起来，再蒸一下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很好吃。我都有点打嗝了，主要是我们中午实在吃太多了。如果给晚上留点肚子的话，哈，就这种美食的话，我跟涛哥应该各来一套。当我俩点了一套，我俩人都吃撑了。最后我再吃一个主食吧。这是他把这个叫什么？比列尼是吧？对。比列尼，他说这个里面是，牛肉还是什么东西？土豆，对。这个跟这个米肠很像，里面的东西。它包的谁是大米、牛肉和这个黄萝卜。我还以为是包子呢，看长相挺像包子的啊。那新疆的烤包子就是这样子的。对。但它这个不是，它这个是油煎熟的，你看两面能看出来。对。看我手，反正俄餐我感觉还是有点油腻的。哎呀，我们吃饱喝足了，什么都没剩下，就剩了一片酸黄瓜了，还有这个凉菜。对。我们俩这是肉食动物和碳水爱好者、碳水深度爱好者，我们已经基本上吃光了，什么都没剩了。整体感觉这个俄餐跟我们的口味还是比较搭的，因为跟北方人的口味哈，因为它肉多面多嘛哈，油也多。肉多面多，还有油多，对，油炸的这种感觉。对。但我觉得这个俄餐就是偶尔吃一顿哈，还挺好玩的。这个反正天天吃的话，肯定会胖的。对。它油太重了。是的。一定会胖的。但尝一下是很好的，而且它这个口味很多，我们尝试了不同种类的俄餐。对。好，我们走吧，涛哥已经把钱付过了，我们就吃这套餐70块钱。对。